我觉得真的是超酷的。这边是欧亚大陆的中间的那个汇合点，从欧洲到亚洲只要10分钟的通勤时间就可以到了。这边都还是欧洲岸，然后这里连接过来之后就是亚洲岸。从欧洲到亚洲只要搭10分钟的船，抵达亚洲，踏上亚洲的大陆。我们点了4杯饮料。就是点刚刚那一盘烤肉、面包，然后再加上它的服务费，但是这样吃下来要3168里拉。伊斯坦堡的物价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高好多。到底是充满茶香海风的日常吸引人，还是散发历史光芒的古城令人向往？欢迎收看今天这集的《真谛要对决》。这次我们要来看的是同一个城市里面装载着2个不同的灵魂，一条海峡切开了2个世界，一边是帝国与信仰交织的历史心脏，另一边则是茶香与海风吹出的日常节奏。今天的对决主题是伊斯坦堡。欧洲岸 vs 亚洲岸。这次我有请一个当地朋友带我逛伊斯坦堡，这位是 Erdem Merhaba. Merhaba. So burning question, as a Turkish, do you prefer the European side or the Anatolian side? We prefer both sides. even. That's such an official answer. 我觉得真的是超酷的。这边是欧亚大陆的中间的那个汇合点，从欧洲到亚洲只要10分钟的通勤时间就可以到了。好，那我们第一站当然就是要看最重要的 Hagia Sophia， 它的英文发音是 Hagia Sophia， 但是它的土语发音比较接近它古希腊文的发音，也就是 Hagia Sophia 或是 Hagia Sophia。那这个名字在古希腊文里面意思是神圣的智慧。它原本是一座教堂，后来改建成清真寺。1楼是只有穆斯林可以进去的区域，2楼则是游客可以去的区域。So as a Muslim, you can go on the first floor. Yes, because few years ago, Hagia Sophia opened for Muslims for praying as a mosque. And can you take a video, like a circular video for me on the first floor? Because I can't go. Yes, But, of course. Thank you. 那 Hagia Sophia 我其实在昨天已经先进来过了，因为我拍了一集完整的 Discovery。我昨天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到1楼的，现在有 Erdem 的帮忙，我们在这里会捕捉一些1楼的画面让大家看。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最初于537年由拜占庭帝国的皇帝 Justinian 一世所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原本这座建筑物是东正教的教堂，在将近1000年间是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但是在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君士坦堡的时候，将圣索菲亚大教堂转变为清真寺。奥斯曼帝国在建筑中添加了伊斯兰风格的元素，例如圆顶的装饰、祈祷室、宣礼塔等等，象征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汇。2大宗教的文化交集，也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足迹。Completed from first floor, it's so stunning. 好，那我们在看完 Hagia Sophia 之后呢，我们在这一个古城区有非常多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我们下一个要去的是地下水宫。我觉得走在这里有一个很神奇的感觉，你就是可以想象各种历史人物，他们可能走过一样的土地，呼吸过在这里的空气。拜占庭的修士啊，鄂图曼的学者，十字军东征的军队，这边是所有一切的集合点、交汇地。如果在这边地下水沟，今天好多人哦。我们要走进历史的代价就是要排非常多很长的队伍，这边的人真的好多，而且都是观光客。刚刚在圣索菲亚前面也排了大概20几分钟才能够进去，可能因为今天是假日吧。因为 Erdem 是当地人，所以他买的票价跟排的队伍跟我不太一样。我要进去喽，地下水沟。这个也是 Justinian 盖的，在西元532年，一开始是用来储水用的，但是可能实在是盖得太漂亮了吧。后来大家就把它称作是地下宫殿。哇，好美哦！加上打光之后，真的很漂亮。这里有好多根柱子啊！哇，它底下真的都是水，而且这个水好干净哦。这边是说有300多根柱子，每一根都大概9公尺。你知道我来到这边就会看什么吗？东西有没有对称？你看它这每一个柱子之间啊，因为它对称的关系，所以它进去的那个消失点就会很漂亮。好酷哦！这就是储水的一个地方哎。他们储水在这边要干嘛？把这地下水挖出去用吗？他们这边就这一整区全部都是水，应该有膝盖深吧。而且这个结构已经1500年了，在地下的关系，免于一些战争上面的这些摧残。这个墙壁都是湿的。好，我们要看到这里的重点了，美杜莎的头。You're just in time for the best part. This is Medusa's head. 而且它这边呢是横放的哦，它不是正放的，有2个，一颗在这边，另外一颗在这里，所以这2个柱子特别短。
因为他们下面拿了别人的雕像当地基。有一些学者是说，可能是拜占庭帝国为了要表示对于这种比较异教类的质压，其实也是颇过分了。我就觉得很讽刺。大家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Justinian他盖了 Hagia Sophia， 然后他把其他宗教的神圣的雕像，把它拿来当自己水库的地基。然后后来 Hagia Sophia 被鄂图曼帝国打下来之后，这个教堂也被改成了清真寺。所以就是历史上人类都在做重复的事情。这个更过分，这个是整个倒立耶，看起来好痛苦。而且我觉得 Justinian 很有设计动线的这个概念，他把2个观光热点放在呢。整个水宫的最边边、最角落，大家一定要走 all the way 进来，然后绕一圈出去，1500年的水牢。好，第2个景点结束了。I will show you one stone used to measure the distance from Istanbul to another cities in Ottoman Empire times. 好，在水宫出来呢，这边是一个叫做 Million Stone， 有点像是一个城市的最中心点，等于是他们当时要计算从 Constantinople， 就是现代的伊斯坦布到任何一个城市要走多远，都是从这个点出发的。All right, what's next? Now we are walking to the Blue Mosque. Blue Mosque, okay. Blue Mosque real name is actually Sultan Ahmet, one of the Ottoman emperor. Every sultan at their administration time, they would like to build a mosque. In their name. Yeah, in their name. We're also symbolizing their power, their sovereignty, their administration. Hagia Sophia 在那边，然后走过来这一整区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徒步区，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360度，全部都是历史。教堂啊、清真寺啊，甚至还有一个埃及来的尖塔。这里是伊斯坦堡历史的核心心脏地区，但是清真寺不用门票就可以进来了。我觉得来到伊斯坦堡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很明确的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因为在一整天不同的时间点，你就会听到那个从清真寺广播出来的吟唱声，去呼吁所有的穆斯林要进到清真寺祷告。但是同时，我又觉得它不是那么的严格，就它没有到一个很肃杀的气氛。对于观光客跟非穆斯林，感觉他们并没有非常的排斥，或者是要规范他们一定要遵守什么规则。What is this for? This is for the cleaning before the pray. 所以他们祷告的时间是早上5点、下午1点、下午5点。晚上8点多，然后晚上10点多。刚刚有说1点要祷告，所以他们从要祷告的1个小时前就会先关闭 mosque。我们原本是11点出头就要来这边，但是因为有点错估要排队的时间。刚刚在 Hagia Sophia 还有在地下水宫都排太久了，所以我们到这边是12点整，所以现在进不去。蓝色清真寺建于17世纪初，一共有6根宣礼塔，是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一。这座清真寺以其独特的蓝色瓦砖装饰而闻名，外观雄伟而且对称。它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的奥斯曼建筑与拜占庭的元素，尤其是受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响。蓝色清真寺位于伊斯坦堡的历史区，与圣索菲亚大教堂隔街相望。这2座建筑物也刚好代表着不同宗教的历史交织。Hagia Sophia西元后500多年嘛。蓝色清真寺是西元后1600多年，所以他们2个相隔了1000年之久。但同时在这个咫尺之间，这2个面对面的建筑物又很融洽的摆在一起，就觉得这边真的超级神奇。西方跟东方，拜占庭跟鄂图曼，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全部都混在一起。这区感觉还有超级多东西的，一个早上半天完全不够。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对决2岸嘛，所以重点的几个地方看到之后，我们接着吃个饭就要前往亚洲岸了。我们要去一个桥边他认识的朋友开的餐厅，他说有得到一个最佳餐厅奖。What else is in the area that we didn't see? Grand Bazaar. Grand Bazaar? Topkapı Bazaar, y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to visit. Many historical. We saw the most well-known ones, Okay. and there are many places. 所以其实刚刚那一区还有蛮多走路就可以到的，但是我们没有去到的地方。在这个历史区至少要留1整天的时间，如果要全部看完的话。真的是到处都是这种超大的清真寺。哎呦，我们到了Iminonu， 这也是我们要搭渡船的那个港口。我们今天影片主题就是这一条海峡去连接起来的。我们现在在欧洲岸，然后那一边就是亚洲岸。我们待会吃完饭就要过去那里了。这边太漂亮了啦！ You can see Topkapı Palace from here. Okay. And near Hagia Sophia. Oh, I And see. then Blue Mosque.
哎，真的看得出来。你看，Hagia Sophia 4个宣礼塔 ，Blue Mosque 有6个宣礼塔。It's like San Francisco. Sea, beaches, very sunny day. Yeah. Like San Francisco. 这个餐厅的名字也太 A1 等级了吧 ？Good night， 早安的意思。好，我们在这边快速吃个午餐，下午我们就要赶去亚洲岸了。我觉得这个计划也是有点极限，我们刚刚都在用跑步的，因为我们要赶上渡船的时间。这个感觉非常道地的土耳其料理，哇，它的肉看起来很好吃。餐厅招待给我们一个小菜，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so like Turkish pizza. Turkish pizza, you can eat like this, for example. You can roll, Roll it. and you can put some ingredient. Yes. Squeeze the lemon. 这已经是卷饼了吧 ？Very good. It's very crispy. Very thin. 里面有点肉末，然后再压上这个新鲜的香草，我觉得蛮好吃的。And complimentary drink of lahmacun should be ayran. 白兰，咸优格，喝起来就是优格的味道，因为它是咸豆浆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点熟悉，但是就是加上了一点咸味跟另外的味道。Istanbul is the unique city that connects two continents. And the sea is separating two continents and the city at the same time. Conquering of Istanbul changed the world history. 我们的菜来了，我们有点了鸡肉，然后还有牛肉，然后这牛肉里面是有开心果子，也是鸡肉。哇，好嫩哦！这个不只是景怪餐厅，它的肉也很好吃。哇，它这里面真的是满满的开心果，也可以用这个饼皮 We say this name is lavash. lavash 包成一个卷饼。我觉得这边牛肉的味道，有些台湾人吃应该会吃不习惯。如果要保险的话，在这里点烤肉都全部都点鸡肉，鸡肉都很好吃。然后账单来了，我们点了4杯饮料，就是点刚刚那一盘烤肉、面包，然后再加上它的服务费。好吃是好吃，景观是好漂亮，但是这样吃下来要3168里拉。伊斯坦堡的物价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高好多。Why is the inflation in the past 2 years so crazy in Istanbul? No, 我们刚刚讨论这个讨论超久，因为他刚好是读经济的，然后他跟我讲了超多东西，结论就是如果跟3年前的伊斯坦堡比，现在的东西都要贵个3倍，然后原因错综复杂，基本上跟政府政策有关，跟疫情有关，也跟当地观光有关。总之呢，就是这里的消费比原本想象的高很多。刚刚他们2个跑过来说，他们也想要入境。没了吧？好吧。谢谢嘞，good。Wait, is this a dessert? yes, baklava is a special Turkish dessert. Just one classic. Yeah, just one classic. 这家店做的好精致啊！你看它这些 logo， 整个店的装潢都超漂亮的。 2 tane yani. 好，试试看。外面这里还有一整区露天的座位，这里也是做的很漂亮。他们感觉把店建在一个古迹里面，这边都是以前的墙壁，然后配上这里新铺的地板。刚刚 Erdem 还点了那个土耳其茶，我印象中他们的甜点都非常甜，超级甜。配茶不错，它上面有点像是千层派，上面是软软松松的，然后下面的话吃起来就比较像是糕点，而且是完全浸泡在糖浆里面的糕点。要加在这个茶里面的糖已经放在甜点里面了，所以这个茶完全不用加糖。这个做这么好吃的状况底下，我很惊讶，品牌 IP 做这么完整的，居然只有这一家店，它别无分店呢，它就只有在这里有，就它不是连锁的。那这家我觉得蛮推的。刚好我们这样吃2个甜点，然后2个茶，也才180里拉，算是蛮便宜的。今天有去到的地点，我都会把他们的那个 Google Map 连结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哇，这里有一只超漂亮的猫咪，你好。我这次有拍一支会员影片，是关于伊斯坦堡的猫咪，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会有这么多野生动物，然后他们跟当地的居民，我觉得有着非常有趣的 dynamic， 我们会在那支会员影片里面介绍，然后也会有非常多猫咪的画面。哦，这是 New Mosque， 很具代表性的清真寺。天啊，超级多人，因为可能今天假日吧。我们现在跟着 Erdem 走，因为它的那个 ferry 是点对点。
所以我们要去到对的那个 ferry 站，才能够登陆到我们要的那个站。Follow me. OK。哦，他好像选的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挤的站呢。超可怕！船快来了，然后 Adam 的话，他是把我送到这边，他带我走完欧洲岸，待会在亚洲岸我会跟另外一个朋友碰面，由他来带我介绍亚洲岸。哇，现在是怎样？为什么要用跑的？为什么大家用跑的？好可怕！好，要上船了。我有一种铁达尼号的感觉，大家在那边快速的窜逃。哦，这个船还蛮大的啦，还 OK， 还行还行。哇，还有人在这里表演，太酷了吧！还有人在卖面包哎，这个船比我想象的大很多。我原本以为是那种小渡船哦，我们在开了，我们在开了。哇，好美哦！从船上看好漂亮啊。这个是那个很有名的 Galata Tower。这边都还是欧洲岸，然后这里连接过来之后，到右边这个就是亚洲岸。从欧洲到亚洲只要搭10分钟的船。中间这条海峡的名字叫做 Bosphorus， 它的名字是来自希腊文 ，Bos 是牛 ，Porus 是渡口，所以合起来就是牛的渡口。那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个神话，就是宙斯的情人 Io 为了要逃避正宫 Hera 的追杀，被变成了一头牛。然后传说中他游过这个海，然后逃到了对岸，所以这一条海峡后来被命名为 Bosphorus。哇！其实很快就要到了，然后这个船啊，两边的景观都超级漂亮的。哦，这边亚洲岸，我们要到亚洲岸了。到了，抵达亚洲，踏上亚洲的大陆，真的是15分钟的事情哎。我已经从欧洲来到亚洲了，但是在跟我亚洲岸的朋友会合之前，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个我这次土耳其非常重要的旅游神器。最近跑了这么多国家，发现虽然民宿看起来都很干净，但是每个地方的水质都会不太一样。像我之前去复活节岛就非常明显，那里洗澡的水除了滑滑的之外，吃起来还咸咸的。我第一天洗完之后就全身都很痒，还开始冒痘痘。我从那趟之后就开始在研究要怎么样提升自己出国的时候洗澡的水质。在试用了很久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CP 值超高而且非常有效的滤水莲蓬头，就是这款 AutoJet 旅行用迷你滤水莲蓬头，比手机还轻，几乎没什么重量，体积也很小，完全不占行李箱空间。安装很简单，只要把原本的莲蓬头拆下来，这样子一转就能装上去了。重点是它虽然多了一层滤芯，但是水压不会减弱，而且水柱非常细致，洗起来很舒服。好，那讲这么多，我为什么觉得它有效？这一颗就是我这趟旅程现在大概第10天所使用的 AutoJet 莲蓬头，我是装在这个小旅行包带出国的。那这个旅行包里面有附一组新的滤芯，它的滤芯有2个，第1层跟第2层，在旅行途中使用了10天之后，这里旋转开来是第1层滤芯。有看到吗？你看这个色差。然后这里转开是第2层滤芯，也就是出水的地方。这层的颜色差异也很明显，这边还有一整个污点。这个滤芯是直接肉眼可见的，非常有效。AutoJet 莲蓬头和滤芯都是韩国制造的，有3层滤芯设计，可以过滤铁锈、水垢、氯气、杂质，还能抑制有害细菌的滋生，对皮肤敏感的人非常友善。这款旅行组还有附防漏水盖，还有防水收纳袋，用完之后擦一擦，盖起来就能直接收进行李箱。我现在每次出国都固定会带。顺便讲一下，我现在家里使用的也是 AutoJet， 但是我们使用的是它标准款的莲蓬头，口径比较大一点，然后它的滤芯是这个透明的设计，所以有没有变脏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是目前用了大概1-2个月的滤芯吧，我们家附近的水应该蛮干净的，滤芯看起来没有差太多。然后要换滤芯也很简单，就一样，你从这边打开来，它这个很轻易就可以转开。所以把这个倒出来，这样就可以换了。AutoJet 的材质我特别去查过，它是使用安全的 PC 材质，有通过韩国 KC 国家级检验和美国 FDA 认证的材料，不含有害物质。我自己现在就是旅行用一组，家里放一组，已经使用的非常习惯了。像这次旅行下来，看着这个脏掉的滤芯，也觉得它真的是守护了我皮肤的健康。那因为自己使用下来觉得很有效，也值得推荐，所以我们跟 AutoJet 谈了独家的团购合作。现在旅行款跟家用款都有谈到不错的组合，而且跟这次团购还有很多不同的赠品。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这次的团购买来用用看。那团购期间价格还有所有相关的链接，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好，那我们就接着继续探索伊斯坦堡吧。我看到要在亚洲岸跟我会合的朋友了，那我们去找他。Rafi, merhaba, merhaba. Nasılsın? İyiyim, sen nasılsın? Ben de iyiyim. Memnun oldum. Memnun oldum. Finally, yeah. Yeah, fine. İstanbul nasıl gidiyor?
Istanbul Harika， Harika，在亚洲岸要陪我逛的朋友，就是我在 Amazing Talker 上面的土语老师，他叫 Rafi。Merhaba， 我当初在台湾跟他上课的时候，就有说我下个礼拜要来伊斯坦堡，然后他说他在，然后可以带我逛，所以我就想说亚洲岸这一区交给他。So this morning I went through most of the attractions on the European side. Now we're on the Anatolian side.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uropean side and the Anatolian side? Of course, in European side it's more touristic, a lot of history and more historical. But the Anatolian side, the Asian part is more like local. I will show you the coast and we will walk through the coast until the Maiden Tower. Maiden Tower, okay, I've heard about that. Heidi. Yeah. 这边整个的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就是还是有像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可能是古迹的建筑物。第一个是这边的人比较少，再来是真的感觉比较多在地人。这边看到有包头巾的女生是明显比较多的。这个靠岸的广场超级漂亮的，很多树，然后有足够的空间。我们现在等于是从亚洲这一岸回去看到欧洲内岸 Bosphorus Bridge? Yeah. Oh, I like the vibe here. Really? Yeah, it's pretty good. It's pretty chill. You guys put out your flags everywhere. Is it National Day? No. Near National Day? No? 土耳其国旗红色是代表人民的血裔，弯月是代表伊斯兰教。然后那个星星是代表为了这个国家捐躯的那些烈士。I can understand that ad. That means you can get taxi from Uber, right? Yeah. Because Uber there, Evet. that's the location marker. Exactly. Taxi is in Uber. Yeah. 这是我们最后一堂课有教到的，就是它粘那个不同的介系词到单字上面。Are we going there actually? Yeah. Oh, whoa, someone's swimming here. Can you swim here? Yeah, you can. 好，我们待会就去少女塔看看。它就是在欧洲岸跟亚洲岸中间的一个存在。OK， 我们进来了。For two, it's 600。搭一个渡船过去到少女塔，这样子就要600里拉，哇，真的是不便宜。就在那边，我们要去那里看看。好，我们瞬间就到了，超夸张！我进去要1250里拉哎。Wait, how much is it for like a Turkish citizen? For Turkish it's free if you have museum pass. Oh, it's free? Yeah. Wow, 他们这边真的是宰杀那个观光客哎。What's inside the tower? Nothing. Nothing? Then I don't think I'll go in. They want an overprice from you. Oh, OK. Yeah. 好，因为我不想要付这么多钱进去，因为 Rafi 说它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从那个塔上可以看那一段。我觉得伊斯坦堡所有观光景点的门票都比想象中贵很多。我们就下来这样子绕一下之后，我们就要回去了，超级荒谬。好，少女塔体验，我蛮不推荐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来的话，要买那种 Museum Pass， 就是一次它就包含很多个景点的，这样才值得。因为单纯只是过来这边之后，然后进去上去就要1250里拉，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我不付钱，他们也甚至连在岸边让我拍照也都不行。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点严格。好，没关系，希望我们待会亚洲岸其他的行程不要这么虚空。原船返回，至少可以从船上拍亚洲岸的样子。其实我刚刚是有在想，就要不要就付，然后上去当做，因为我是要去拍片的，拍到好看的画面比较重要。但问题是，我也根本没有这个钱，因为我没有期待说要花这么多现金。我身上只有大概500里拉，然后 Rafi 身上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加上他不能刷卡，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进不去。哦，这个是土耳其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传统面包，然后上面有芝麻，整个面包是很有嚼劲，然后芝麻香的。但是呢，我必须要说，这个面包的品质每个地方不太一样。我有吃过超级好吃的，然后有吃过超级干，就是很不新鲜的。In Turkish we do this. Oh, this is Italian, isn't it? But it means in Turkish it's very delicious. Oh, really? This is delicious in Turkish? Yeah. This is like what the in Italian. I know. Rafi 他也有在学意大利文。Bu ne kadar? 30 lira. 30. 这区还蛮漂亮的。Do you come here often? Not that much. Sometimes. Okay. Sometimes to meet with my friends, I come here. 其实他们的街道很宽敞哎，这是一个小巷弄哦，都还这么宽，还可以让店家把这个他们的桌椅放出来。我觉得我们算是在一个比较不巧的时间点，这应该不是平常的样子，因为现在因为有穆斯林的连假，所以到处都是人。
但是这里的人也已经明显的比欧洲区少很多了。这一整项 Rafi 说他推荐来的地方，就全部都是文青咖啡店，然后一些文创小店。我们逛到一个我看得懂的单字 Kitab that's book right book。我们来看看这家，它上面写书跟咖啡，哇，超帅！它就是一个书店哎，而且这里有成品的味道。The prices here are very reasonable. Yeah, It's not very expensive. it's not expensive. Yeah, I think it's very cheap. much cheaper than the European side. Yeah, that's correct. 哦，它有一个这种窗边味，超可爱的啦。有一个超大可颂，然后 cereal bowl， 然后这一个巨大化的金沙，妈呀，超甜。So in general, there are less tourists here on the Anatolian side. So prices here are more local, Yeah. but it's not very far apart. Do you know about the housing price? In general, which side is more expensive? I guess because of the location, European side, I would say. Okay. What would be the price difference if it's the same size? For example, in European side, it could be 20 million Turkish lira. Maybe here, it could be the half of it in Üsküdar. Just crossing one strait decreases the housing price by half. No, not that much. Even you cross, it depends on the zone where you are. Like in Asian side, Üsküdar, maybe it's cheaper, but Bostancı is expensive. Would people buy a house in the Anatolian side and commute to work on the European side? Yeah, they do this. Is that common? Yeah. In Istanbul, the rents are high. It's very expensive. That livable house, it should be 50,000 Turkish lira. What? Isn't your base salary like 22? Yeah. You can't even afford a house with You your can't. full salary. Yeah, that's why it's common to live with your family. Is it possible for the young people in Istanbul to buy a house on their own? No? Okay, not possible. 好，我们来吃吃看这个巨大金沙。Ooh. Ooh. Ooh. What? What is this? So it's covered by a shell of chocolate, and inside everything is white. I'm guessing maybe, is this cheese? Oh, it's vanilla mousse.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too sweet to be eaten on its own. 土耳其巨大金沙. I think your dessert is super sweet compared to in Taiwan. Do you know that in Taiwan, if we say that the dessert is not too sweet, that's a compliment. Not really. Yeah. 就是在这边随便走一些巷弄，就会走到一些漂亮的地方。 Local Istanbul. It's not touristic. Yeah. It's very local. I find it really fascinating how Istanbul is like two souls in one city. Not just the region, but the history of the two places. I think in a lot of ways, Istanbul is a mix of different things. A mixture of everything. Yeah, of everything. 我觉得这边最便宜的东西是花，这个只要100里拉。Görüşürüz. Alright, bye bye. Thank you. 今天一整天伊斯坦堡的城市对决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样子看下来，我觉得这个城市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非常多不同的色彩混合在一起，但是却融洽的共存。拜占庭跟鄂图曼，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欧洲跟亚洲，历史跟生活，全部都安然的住在伊斯坦堡的两岸。所以我才会觉得它从语言到文化到它的现况，都很像一个混血王子，不完全属于东方，也不只代表西方。然后虽然我一直问 Edem 或者是 Rafi 这两岸他们比较喜欢哪一个，但如果这个同样的问题是问我的话，好像也是缺一不可。你没有办法忽视欧洲岸这一端的历史跟文化含量，但是你走到亚洲岸的时候，又会被它的生活感还有漂亮的巷子吸引。我觉得两边都非常值得花时间好好走走逛逛。那今天我们只花了1天的时间，我们这次在伊斯坦堡总共会待5天，相信我在接下来时间会更多的探索到这个城市不同的面貌。希望这支影片也让大家比较认识伊斯坦堡。然后我们在下个礼拜的影片会更深入的研究，完全值得独立出来他自己一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